怎么了？我就是不明白，您放着宁公子这么好的姻缘不要，非要嫁方成宇。是不是别人又说什么了？外面有人说方家之所以声势浩大的办喜事，就是为了最后再给方少爷花点钱，说这根本不是办喜事，而是办丧事。呸呸呸，这话太难听了。就让他们说去吧，等成宇好了来道喜的，也是这些人。衣冠喜所。小城，心中筑起围城，在与你爱却落地生根。这一吻，与你共梦此生，再还我名分，以我孤冷。短短不过10余载的人生，我竟然已有了3次婚姻，和恍如隔世的陆云奇一次，和阴差阳错的宁公子一次，和压抑绝望的表弟一次。然而这3次婚约，每一次都不真正属于我。我的余生还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婚约吗？余生有你共，此生奋不顾身的清晨，将一说做人受山河完成，伤与恨未被侵吞，不愿乱世多遗恨一将。今日新人大婚，二位一拜。不必这样繁文缛节了。新郎身体不太好，行动也不便，直接夫妻对拜吧。夫妻对拜。余生有你共，此生奋不顾身的清晨，清晨。礼成，送入洞房。刚好。表弟，啊，以后就不用叫我表弟了。好，那叫你成宇。你要干嘛？你不会真的要？你想什么呢？耀玉，我不是之前跟你说过吗？忘了？耀玉？我不用。小姐，水烧好了，木桶拿进来吗？拿过来吧。好。成宇，之前是你说男女有别，不愿意接受诊疗，但现在我们成亲了，可以了吧？
后啊，锦绣瞎胡闹的话少听啊。哦，好。程宇，这药泡的时间越久就会越痛，但药效也会越好。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哪怕最后有可能会晕倒。疼吗？还好。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你相信我，你很快会好起来的。如果实在太疼，你就喊出来，还会好受一些。出去！出去！程宇，你一会儿会疼晕过去的，我必须在这。出去！出去！好，那我就守在门口。小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少爷他没事吧？程宇是个好孩子，很坚强，只是要快点好起来，否则要出远门的话可不轻松。少爷要出远门吗？有这个可能。对了，我们要提早做准备，然后程宇的药一定要多带。好。那真的决定要去的话，准备去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婚之日去读，别具一格啊！好端端的孩子，瘦弱的有些过分了。如果你不能保持安静，就出去。我要失针了。
手法不错，师从何人呢？我今日大婚，公子不请自来，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啊？你这婚本身就是假的，是想给这个小少爷看病方便，对不对？还真是个多事的人。今日前来确实有些唐突，因为看到姑娘大婚，想起了九龄。九龄大婚的时候，我不在京城，所以姑娘今日大婚，朱赞前来贺喜了。这往日不都是在东厨熬药的吗？怎么今日给挪到屋里来了？药气熏一熏，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啊。好，该上班。今日有太医院的人过来给你看病啊。你不给我看了？我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？这药不过是熬给他们看的罢了。熬给他们看的。如今药愈之后，正是你身体最虚弱的时候，我想他们应该看不出什么端倪。什么意思啊？很快就会知道了。谢谢你，让我知道，这外面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辽阔许多。以后，你还可以试试骑马，那跟坐车的感觉又不一样。骑马？这么说，我的腿就快好了。到了汝南之后，应该很快。听说骑马可难学了。你这么聪明，应该难不倒你吧？我是挺聪明的，但也没有你聪明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因为你投壶很厉害。你也知道。幼稚。这位大叔年纪大了，自然是不懂得年轻人的乐趣。你从哪儿看出我这么英俊年少的人是大叔了？你母亲没有告诉过你，把哥哥叫成大叔很没礼貌吗？这位大叔，我母亲不但教会我这些，还教会我在别人谈天之时偷听是非常可耻的行为，还不了解别人说什么便肆意评价，那更是令人讨厌。人小鬼大，懒得跟你一般见识。就他谁啊？这位是令公子，他是负责护送我们的人。按照年纪呢，你是应该喊他一声哥哥。我，这程宇，要不要试试？没问题的。三堂，哎来。柳儿，来。我没问题的。我数3、2、1，我们一起用力。来，来，3、2、1，加把劲儿，努力，程宇。扶住，扶住，程宇，扶住上面。我能站起来了，我能站了。
着你啊，慢慢的往前挪，跟着我的劲儿走啊，跟着我的劲儿，别着急啊。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好，好，慢点，扶好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那我们再来一下。好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，慢点，我扶着你啊，慢慢的往前挪，慢慢的往前挪，扶住，扶住。哎，这儿，我能站，我能站啊！我曾想过，有一天能走出方家，可没想到，我竟然还能站起来走。程宇，以后你会走得更远的，一定会的，相信我。来，我们再多练一练，站一站。来，慢点，刘儿，来扶一下。哎，蓉儿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她如今被困在怀王府，也很想走出去看看更广阔的天地吧。不知她何时才能拥有程宇这般的幸运。